刚刚骑到一半啊，很不幸，不知道是在过一个什么坎的时候磕了一下啊，不知道是外胎还是内胎啊破了，所以大家看到我现在啊，只能推行回家啊。幸好呢，今天是在村内啊，不需要走太远的路。回到家以后呢，再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状态啊。后面的那个轮胎啊，它的内胎呢，3个月以前是刚刚换过的啊。但是一条10几、20来块钱的内胎啊，能够用3个月，我觉得也已经不错了。是呢，也不排除是外胎可能是不是扎到什么，或者因为呢使用长久以后啊，磨耗造成了破损，那就是要去买新的外胎装上才行了。不管怎么说啊，现在呢推行回家的路上，稍后呢根据修理的情况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吧。嗨，大家好！今天第2次出来骑行啊，天色已近黄昏。其实早上已经出来了一回啊，但是呢，单车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出了故障啊，突然后胎呢就没气了。我自己检查了一下，就发现应该是压着了一个订书的那个小钉子啊，虽然很小，但是它穿过了我的单车的后轮，本来就不厚的一个橡胶的外胎啊，可能就扎到了里面。结果呢，就费了一番功夫啊，把这个轮胎呢拆下。本来想补一下啊，结果呢奇了个怪，我好像发现了有2个洞啊。补完以后呢，我打了气以后，照样还是漏气啊。就感觉呢，这个内胎啊伤得不轻啊，那就干脆啊更换一条新的内胎。幸好呢，上次买内胎的时候啊，买了几条备用的。有一回呢，就是因为慢性的漏气啊，换了一条以后啊，2个多月一直相安无事啊。谁知道呢，没有熬过3个月啊，第2次换内胎。今天换了新的内胎以后啊，再一次骑出来，正好呢也可以啊欣赏一下在我们祈福村内啊黄昏的景色。前几天呢下了几阵透雨，天气呢有所降温，在这样的气温底下倒是蛮适合骑行的。趁着现在天还亮堂着，骑个几十分钟啊。哎，
到了祈福新村的一个党群服务中心。今天呢，好像又是全村全员动员做核酸检测啊。经历得多了啊，我们现在对于什么样的时候，以什么样的名义召集大家做核酸啊，都有经验了。每次针对不同的核酸检测，所用的码呢是不一样的啊。具体到底有多少种，我自己都没搞清楚，反正都存在手机的影集里面啊。根据需要呢，提供给检查人员。自己呢，并不需要啊，每次都扫码和填写个人的资料。这一点呢还算方便。黄昏呢，出来骑行，尤其碰到今天这样的啊，天气相对比较凉爽的时候，其实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啊。前一阵子呢，祈福新村啊管理中心一直通过公众号啊，在分享他前一段时间啊，号召祈福新村居民，请大家呢在黄昏时分啊，出门或者在阳台上拍摄黄昏的景色。结果呢，我们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啊，基本上都是满天的晚霞。因为呢，在村内不同的地方，通过不同的角度啊，有的呢在街上，有的在楼上，结果呢拍出来这晚霞啊，还各有不同。但是呢，都能够体现一种啊黄昏的安逸啊。虽然没有炊烟袅袅相称。但是对每一位啊倦鸟知返的人来讲，这个时候啊，应该最有生活气息。即便在黄昏的美景前驻足一阵子啊，但是毕竟归心似箭啊，就是在回家的途中，很多人呢匆匆一瞥，或者呢蓦然回首，就留下了不少黄昏的诗意和很多无言的感慨。今天啊，天气多云，虽然已近黄昏啊，因为没有看见太阳的帮衬啊，可能是我骑行在马路上，并没有看到日薄西山的黄昏美景，也没有看到被夕阳映红的富有晚霞的天空，看到的更多的是遮天蔽日的乌云，只是在目光所及的遥远的地方呢，才有接近黄昏的蓝天的景色。
我就拐到青宜居里面啊，向西的方向，目光越过居民区的高楼啊，隐约还是可以看到黄昏的天边的色彩。虽然呢，并没有看到晚霞啊，但是呢，还是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想象。骑在居民区的小道上啊，似乎呢更有一种黄昏的色调啊。很多人家呢已经点上了家里的电灯，女主人呢应该正在灶台上忙活。暑假中的孩子呢，可能还舍不得放下打游戏的遥控器啊。再过个几十分钟，等到夜幕低垂，各家各户呢就会华灯齐放，就会进入温馨的晚餐的时光。看看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呢就只是做一下试验性的骑行，试一试后轮新换的内胎啊，感觉还跟以前差不多。那我呢也就趁着暮色尚为苍茫，在天黑下来以前呢，回家去和自己的家人呢共进晚餐。今天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，下一次骑行再会，拜拜。